这是河南郑州市的二七广场，广场正中央立着一座塔，这座塔叫二七纪念塔，1971年建成，此后半个多世纪一直是郑州的地标。而这座塔的故事起源于一群工人们。1920年，北京大学有个刚要毕业的学生叫邓中夏，他父亲给他在北洋政府农商部谋了个官职，但邓中夏说：“我不做官，我要做人民的公仆。”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。不肯做官的邓中夏去了一个地方叫长辛店。长辛店在北京城外20公里，有个京汉铁路的大厂，3000多个铁路工人。邓中夏想去告诉这些工人一个道理：你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。1920年春天，他带着一群穿长衫的北大学生站到长辛店娘娘宫门外的高台上开讲，台下工人围过来，听了没一会儿就散了。邓中夏很纳闷，去请教厂里一个识字的工人史文斌。史文斌告诉他，工人白天做10几个小时的工，累得半死，谁有心思听你讲大道理？想让工人听你的，得先让工人觉得你对他有用。邓中夏听懂了，于是他不再讲大词，改办了一所学校，叫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，教工人们识字。可学校刚开张，来的人还是寥寥无几。工人们私下议论，耍手艺的人学这个有什么用？要给窝窝头我就去。邓中夏开始琢磨，应该根据工人劳动的情况，自己编一个课本，把工人天天用的工具器物编进去，让工人知道老虎钳3个字怎么写，锉刀是哪2个字。后来工人一看，学的字就是自己天天摸的家伙事，有用，来的人就渐渐多了。穿长衫的先生为了办这个学校，每人每月只领7块钱生活费，自己只吃3块钱的伙食，省下的钱买茶叶买糖果，招待来上课的工人。工人有病找他们讨药方，工人家里闹祖坟也找他们评理，工人想给老家写封信还是找他们代笔。一来二去，他们慢慢处成了一家人。学着学着，工人开始问问题了。有个工人问邓中夏，你说工人伟大，那工人为什么还那么穷？邓中夏回答，受穷不是命中注定的，也不是你八字不好，是军阀，是厂主剥削的。我们穷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。工人又问，那怎么办？邓中夏说，一堆沙子是散的，可用石灰和水一掺就粘到一块了。5个人团结是只虎，10个人团结像条龙，100个人团结起来就是一座泰山，推也推不动，摇也摇不动。1921年5月1日，长辛店1000多个工人头一回自己走上街头游行，他们手里举着5颜6色的小旗，旗上写着几个大字：工会成立了。长辛店点着的这把火很快就烧遍了全国。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，短短13个月，全国大大小小的罢工100多次，参加的工人30万以上。这是中国的工人头一回成规模的为自己站出来。香港的海员罢工只万工人齐心，整个香港的航运瘫了。紧接着湖南、湖北、上海、唐山，一座城接一座城，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，罢工的汽笛此起彼伏，这股势头最后汇成了一条最粗的洪流，就是铁路工人。那时候铁路是命脉，一条铁路瘫了，一大片地方的兵粮货全得跟着停摆。所以铁路工人一旦攥成拳头，那力量比任何行业都有威力。而当时全中国最长最要紧的一条铁路叫京汉铁路，从北京到汉口1200公里，纵贯直隶、河南、湖北3省，是连着华北和华中的大动脉。沿着这条铁路，从北边的长辛店到南边的江岸，10几万工人，一个厂挨一个厂。早就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，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工会。到1922年底，京汉铁路沿线已经建起了16个分工会，万事俱备，只差最后一步，把这16个散落的分工会合成一个统一的、更有力量的总工会。1923年2月1日，在郑州开一个大会，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。要成立总工会，绕不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吴佩孚。京汉铁路就在他的地盘上。吴佩孚是当时军阀中的异类，别的军阀大多大字不识几个，靠拳头说话。吴佩孚不一样，他是正经的秀才出身，读圣贤书，写的一手好字，人送外号儒将。这位大帅最爱把4个字挂在嘴边，就是保护劳工。他不光嘴上说，1922年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正是吴佩孚的地盘，他没怎么为难，工人还赢了。他甚至公开摆出一副姿态，我吴某人是向着你们工人的。但是对于吴佩孚来说，你们工人闹一闹，替我给别的军阀添添堵没问题，但你们要是敢动到我的命根子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吴佩孚的命根子是钱和军队，军阀打仗靠的是兵，养兵靠的是钱，而京汉铁路恰恰是吴佩孚最大的一个钱袋子。这条大动脉每天的运费收入是他军饷的重要来源。现在铁路工人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总工会，把全县10几万工人拧成一股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今往后，这10几万工人想让这条铁路停，他就能停。一个能随时掐断他钱袋子的组织，正在他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，这是吴佩孚绝不能容忍的。而且吴佩孚身后还站着人，他这一系的军阀背后是英美的支持。京汉铁路上本来就有洋人的利益，工人闹大了，惊动的不只是吴佩孚，还有他背后那些人。于是到了1923年2月1日，郑州这一天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日子，全县16个分工会的代表，还有从各地赶来道贺的来宾都到了郑州。可就在开会前几天，吴佩孚变了脸，他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开会。命令一层层压下来，郑州的军警占了会场，堵了代表住的旅馆。
摆明了就是不让这个总工会成立。这个总工会是全县10几万工人盼了1年多，筹备了1年多的东西，凭什么说不让开就不让开？2月1日这天，代表们从四面八方硬冲破军警的封锁，涌进了会场。地点是当时的郑州普乐园。会场里挂起了一块京汉铁路总工会大匾。大会开始，代表们站起来，正式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。从宣布成立到军警冲进来，中间只隔了15分钟。军警冲散了会场，摘走了那块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大匾，抢走了各界送来的贺匾，砸了总工会和郑州分工会的会所，把代表们从旅馆里赶出来，连夜驱逐出境。一个筹备了1年多的总工会，他挂牌的时间只有短短15分钟，工人们被彻底激怒了。当天晚上，被赶出来的总工会代表秘密聚到一起开了一个会，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：既然你不让我们和平的成立工会，那我们就全县总停工。罢工的日子定在2月4日。为了方便指挥，总工会连夜把总部从郑州转移到了南边的汉口江岸。这一次，工人们喊出的口号不再是成立工会这么简单了，他们喊的是8个字：为自由而战，为人权而战。这8个字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的不只是一个工会，我们要的是集会的自由，是结社的自由，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。1923年2月4日上午9点，郑州火车站一声汽笛拉响了，这是信号。汽笛声顺着铁轨一站传一站，工人们听见后齐刷刷放下了手里的活，司机熄火，搬到公里岗，机器停转，炉火熄灭。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，仅仅3个小时时间，1200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，2万多个工人一起停工。铁路上所有的客车、货车、军车一列都动不了。3个小时瘫痪1200公里，这样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从来没有见过。本来以为这样能够等来谈判，结果到了2月7日，吴佩孚彻底不装了，他撕下了保护劳工那块招牌，调集了2万多军警扑向京汉铁路沿线，北边的长辛店，南边的江岸，中间的郑州，同一天同时动手。动手的方式是设局。在武汉湖北的督军萧耀南放出话来说要调解工潮，请工会代表到江岸来谈判。听说对方肯谈了，代表们就动身前往。可这谈判是个圈套，代表们走在半路上，早已埋伏好的军队随时准备开枪。紧接着，军警冲进江岸的工人聚集地，见人就打，见人就抓。那些手无寸铁、几个钟头前还安静等着谈判的工人，猝不及防，成片的倒下。事后清点，这一场前后52名工人牺牲，300多个民工人受伤，40多名被抓进大牢，上千名被通缉流落他乡，连死去工人的家属都没能幸免，家被洗劫一空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起惨案。而这一天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当天深夜，江岸车站那里有一个人被绑在了电线杆上。这个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人叫林祥谦，时年31岁，他是江岸分工会的委员长，一名共产党员。他是福建人，家里穷，10几岁就进了马尾船厂当学徒，学的是钳工。后来到江岸机场做工，干的也是最普通的活。他性子直，看不惯工头欺负人，常替工友出头，一来二去，工人都服他。1922年，他入了党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，他被选成江岸分工会的委员长。军警把林祥谦抓来，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，他们要他下令复工，只要林祥谦点个头，让工人回去上工，这场让吴佩孚下不来台的停工就散了。林祥谦不肯，刽子手举起刀朝他身上砍了一刀，再问他复不复工。林祥谦淌着血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，紧接着又是一刀，继续问复不复工。林祥谦的回答还是那句话，一刀一刀又一刀，每砍一刀就问一遍同样的话。他被砍了7刀，浑身是血，人已经快不行了，可他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：我的头可断，工是不能上的。那一夜，大雪落在江岸车站，落在这位31岁的钳工身上。8天之后，1923年2月15日，武昌又倒下一个人，他是一名叫施洋的共产党人，在武汉是位有名气的大律师。按理说，凭他这身本事，本可以给有钱人打官司，挣大钱，过体面日子。可施洋偏不，他专给穷人打官司，给工人打官司，很多时候都不收钱。工人有了冤屈，受了欺负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施律师，工人们管他叫劳工律师。京汉铁路的工人要成立总工会，请的法律顾问就是施洋。2起惨案，军阀要抓的除了工人领袖，也有他这个替工人撑腰的律师。2月15日，武昌刑场，施洋被押上去，行刑的枪响了，一枪他没倒下，他站着冲着周围喊了起来，又是2枪打进他的身体，身中3弹。倒下之前，施洋喊出的是4个字：劳工万岁。16年后，1939年的延安纪念27的大会上，毛主席讲起了施洋。他说，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，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。军阀的2万条枪，工人赤手空拳，这仗没法再打下去了。2月9日，京汉铁路总工会下了一道命令：复工。这道复工令不是投降书，它是含着血泪写出来的。命令里有这样几句话：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，以图报复起见，只好暂时忍痛复工。杀无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，誓死必报。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罢工之自由，誓死必争。工人们擦干血回到了工厂，可他们心里那笔账记下了。
从1922年到1923年，那场轰轰烈烈的100多次罢工的工人运动高潮，到这里被这2万条枪硬生生地摁了下去。全国的工会一个接一个被查封、被捣毁，工人领袖一个接一个被抓、被杀、被通缉。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最高处一下子跌进了低谷。彼时的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，连续发出几份文件。1923年2月，中国共产党就发出文件，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公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。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接连发出告全国工人书和警告国民书，揭露吴佩孚的面目，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。一个在长辛店前线负伤，被工人拼死救出来的亲历者罗章龙，找了间没炉火的小屋，偏寒地冻，芦花裹腿，盘腿坐在土炕上，喝着白气血。到3月底，一本10万字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写成，党员们自己排字、印刷、装订，印了5万多册，传遍南北。就在这本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的后续里，一个叫高君宇的共产党人写下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》。他先说这场罢工为什么败，手无寸铁而组织幼弱的工人们加以如虎似狼的兵力压迫，那自然是抵敌不得，所以京汉罢工就失败了。可他话锋一转，说光有工会还不够。他打了个比方，工人组织起工会，就像士兵结成了队伍，可光有士兵不行，队伍之上还得有个参谋部来统一指挥。这个参谋部就是政党。现在一切政治团体，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，只有一个共产党。全国奋斗的工友们当然会记得，这几年来共产党是怎样和我们一块奋斗的。他起手引导我们组织工会，又助我们争到工钱的增加，使我们大家认识团结就是工人的势力。这几年他和我们并肩亲密的奋斗，至少已使我们认识，他是始终为我们阶级利益亲切奋斗的。这回他的党员与工友们奋争自由，至于被屠杀而都不稍退缩，是何等勇敢的为阶级利益奋斗。写下这段话的高君宇，2年后1925年为着同一份事业活活累死，年仅29岁。1923年5月，共产党人蔡和森在党的机关报《向导》上写下一句话，点破了这场斗争真正的对手。他说，中国的革命跟西方不一样，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，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。意思就是西方国家革命敌人只有一个，就是封建阶级，而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它的敌人有2个，一个是封建阶级，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。1945年4月24日，已经站在中国革命最前排的毛主席，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：同志们，有了3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，我坚决相信，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。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，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，前进吧。